今天要持續來關心到的是川普的毒梟斬首大勝利。我們要來看到的是墨西哥，等一下會來介紹這位號稱金髮男倒下，導致現在墨西哥自己的內部呢暴亂四起，美國打毒品的戰爭現在全面升級。好，趕快來看到，雖然川普的關稅戰踢到鐵板，但是呢，是否在打擊毒品戰場上面傳出的好消息？墨西哥的頭號毒梟呢，被這個軍政府給襲擊身亡。他是誰呢？他是歐塞奎拉，墨西哥的頭號毒梟男，外號金髮男，遭到墨西哥軍方斬首行動，重傷不治，最後是身亡。那墨西哥的國防部也不諱言坦誠說，這當中有美國特別來提供輔助性的情資，所以這個斬首才可以勝利。美國國防部也持續的補充，他說確實啊，因為呢，在他們去年的時候有組成一個打擊毒梟的一個派遣的特遣部隊，成為這一次成功的最大幕後推手。但是沒有想到，我們看到這一位大毒梟倒下之後，現在墨西哥的暴亂四起哦，犯罪組織就是跟這一位有關的這些犯罪組織，现在正在展開大規模的這個報復行動，而且遍及到了墨西哥裡面8個州都在發生暴亂。現在呢，美國跟加拿大其實也蠻緊張的，他們呼籲公民趕快進行避難，直到暴動狀況完全的解除，因為現在整體的暴動都還在大規模的進行當中。這一位大毒梟被拿下，是川普打擊毒品的大勝利嗎？但是這樣做就能解決美國現在內部毒品問題嗎？委員怎麼看？川普在委內瑞拉跟這一次的墨西哥的行動都是成功的，對於他未來的恢復聲望是有幫助的，但是你說要靠把這個大毒梟金髮男一下子處理掉的話，就能夠解決毒品問題，那也太樂觀了，因為在墨西哥、在哥倫比亞，他們的毒梟集團已經等於是一個游擊隊政權那麼大了，要處理這樣的一個大毒梟，全世界已經只有一個方法有效，就是杜特地戰略方案。杜特地是怎麼幹呢？反正授權警察、軍隊，只要在任何場合看到有人販毒，立刻開槍擊斃。對，只有這個辦法。菲律賓為什麼這個整個毒品問題大幅下降？就是這個辦法。據說他總共殺了幾萬個那個毒梟。大毒梟、小毒梟，那小毒梟被殺光了以後啊，你大毒梟也不敢賣，都躲起來了，跑路了哦。那現在墨西哥也只有這個方法能夠解決。那現在說很多毒梟，毒梟黑幫都滾在一起嘛。他們因為這個大毒梟被殺了以後呢，其他的這個小毒梟、中毒梟跑起來，在各個城市裡面造反啊，什麼燒公共設施啊，攻擊這個東西。你又不是沒軍隊啊，對不對？你軍隊開出來，通通把它幹掉就好了嘛。哦，就是你對這種毒梟集團絕對不能把它當人，要把它當牲畜啊來處理，你國家才會太平嘛。像中國的鴉片戰爭就是一個很慘烈的，因為大毒梟是英國軍隊啊，你要打不過他就吃癟了。是，所以對毒梟集團是要不能用人性的考慮來處理。那美國自己內部啊。他川普又沒有這個法律授權，可以叫警察直接對毒梟開槍。他對非法移民開槍是錯的，老百姓不能接受。可是你對毒梟開槍，是你美國很多的警察不敢做的事啊！這是現在問題了。那你這個 OK 了，我看過他的那個紀錄片，超有趣的。這個人好，毒梟還能夠當警察，警察又變成大毒梟。對，這個。墨西哥這個政府體制是真的有問題啊，那還好了，現在這個墨西哥總統啊，過去跟毒梟沒什麼特別的來往，然後也願意配合美國，所以看能不能從這個開始，至少是個好的開始，對川普也有聲望，然後一步一步啊，川普如果不要把什麼 ICE 啊拿去搞那個什麼非法移民，殺死人啊，你在美國殺死毒梟，你搞不好聲望更高。對，好，這個打倒這個金髮男毒梟，對於川普的聲望有所幫助。那對於墨西哥當地的毒品犯罪減少又有多少呢？等一下請呂艦長帶我們看。剛委員特別提到這個金髮男的背景哦，我們也稍微來看一下，因為其實他是國際上大名鼎鼎的一個殘暴大毒梟。他出生的時候是在墨西哥山區一個貧困的村莊裡面，那年少時候幫助家裡面務農，成年之後他到美國去發展，結果在這邊涉毒被捕服刑，出獄後就被美國趕回到墨西哥。
結果呢，他竟然後面如委員說了，成為警察。加入警察之後，他後來離開警界，又加入了販毒組織，最後他自立門戶。在此刻開始，他開始販賣人口、強迫勞動，並且向美國販售芬太尼，成為川普的頭號目標。那時候，美國政府曾經悬賞1500萬美元，就是只要掌握到他的行蹤。那他做事情也非常的心狠手辣。2015年軍方追捕他失敗之後，他就指揮他的手下殺害了24名的警察，公然挑釁墨西哥政府。現在他倒下了，对于墨西哥整體在毒品安全上面有沒有所提升？艦長怎麼看？其實如果我們來看美國所發布的這個2026的國家防衛戰略的時候，他在這裡面就講到其實他要打擊任何藏匿的毒品恐怖分子，他其實把毒品跟恐怖分子是劃為等號的那但是我們這樣講也就是說，現在我們所看到的這一個在墨西哥各個城市所發生的大規模暴亂除了剛剛講到說有關於報復這個政府之外，其實最重要的是要奪權也就是老大已經被幹掉了，那誰是老大呢？那大家來耍狠，那最狠的就是老大嘛。那但是真正這個方法就可以解決美國的毒品問題嗎？這個根本一點辦法都沒有。為什麼？因為我們常常在講這個也就是價格是由供應跟需求雙方決定的。現在沒有供應了，但是需求還是維持，價格也就會上漲。那價格上漲的時候，那我們就講到說這個殺頭的生意有人做，江山代有才人出。所以我們就看到說，如果這個美國邊境到底的毒品，他們都是經由墨西哥的，這個是陸路的部分其實還有海路的部分，這個也就是當初川普集成各個的這種快艇，甚至還有半潛船，那個潛艇其實它只有一個很小的一個帆罩，但是一樣被美國的 Coast Guard 一樣逮捕。那其實我們就講到說，美國如果真要解決這個問題不是打墨西哥，或者是不是去打這一些海上的毒販，真正的解決方法就是你如何讓這一個對於毒品的需求減少，才是真正的解決之道。好，所以那接下來川普打擊了这个重要的毒梟之後，它的下一步會是什麼？其實大家也在持續的關注下一個國家，它會不會要打的就是其他的南美洲國家呢？尤其是哥倫比亞。我們也稍微回顧他最近川普的動作，也就是打擊毒梟的動作。先是墨西哥，然後精準的給他們情報，打擊了這個金髮男。那先前還有委內瑞拉，川普出動了，包括了航母 F-35戰機，然後擊船了他們的運毒船，135人因此喪生。現在大家在看說是不是就是哥倫比亞成為下一個川普要整治的對象？尤其他先前曾經嗆過哥倫比亞的總統裴佐，說他掌控了古柯鹼工廠是大毒梟。那裴佐回嗆他是誹謗，結果呢，雙方隔空互嗆了好幾個月。戲劇性的反轉是在2月初的時候，裴佐訪問白宮，兩人後來變成盟友，還一起打擊哥倫比亞的毒梟。接下來的下一個目標，毒品戰爭會是在哥倫比亞嗎？那這個會成為接下來川普的一個重要外交利器嗎？楊老師有怎麼看？我如果是川普的國安顧問當然希望不要太早被他給 fire 掉。我會建議他現在這個時間點，你在關稅戰上面受到了挫折，在國內的司法判決上、民意支持上，在未來的國會的競爭上，你就必須要在對外的政策上採取強硬的作為。所以你對伊朗要強硬，你對這個毒品戰爭要更強硬。因為毒品戰爭怎麼做，就一定會有吸引效果。所以一方面可以轉移焦點，另外一方面展現出你在對外事務上你這種硬漢的角色。那同時呢，再回到那個關稅戰上面去表現出，其實我是在支持，在對美國經濟有幫助的作為。毒品戰爭當然你會發現到，它會對中南美洲的外交會產生很大的壓力，因為大部分的中南美洲的國家都要不然是生產毒品，要不然就是入境國。所以呢，這個國家在就是很強硬的毒品戰爭情況之下呢，尤其在這一次墨西哥它取得了這個成效，我覺得大家都會稍微更加的謹慎的面對美國的壓力。
那第二個呢，他會對反移民的作為一定會加強，因為他一定可以把反移民的作為當中跟這個毒品的就是運送的途徑去做牽連，跟毒梟團體去做這個結合，他一定會這麼做哦。然後呢，來去沖淡，就是說反移民過程當中一些執行上面產生的一些人道的這些質疑啊，因為民主黨一定會把這個事情給擴大，所以呢，你要把反毒戰爭跟反移民啊要去做一個結合。那這個時候呢，你的 MAGA 的支持者就會回來支持你啊，因為大家對這個關稅的東西，或者是對經濟股市的東西，一般的支持者並不是感受這麼直接。所以呢，我覺得其實他如果接下來持續把毒品戰爭、反移民戰爭跟外交這3個層面，甚至對伊朗跟的強硬政策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這是他可能在年底之前能夠扳回一城的機會。